俄罗斯在蛇岛附近又有了严重的损失。那么，面对海上威胁，是不是有一点点无能为力，或者是没当回事儿？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罗小飞。前段时间呢，我在节目里边猜测说，俄乌之间围绕蛇岛恐怕还会有交火。结果前2天在蛇岛附近海面上果然又打了一仗。17日，俄罗斯海军一艘22870型救援拖船前往蛇岛，又是被传说中早就被消灭光的乌军 TB2 无人机发现，然后乌军发射了2枚反舰导弹，2枚导弹还先后都命中了这艘拖船。根据后来俄方监听的乌方无线电通讯判断，发射的应该是西方提供的鱼叉反舰导弹。由于当时 TB2 无人机在空中拍摄，并且有视频为证，所以乌克兰方面提出战果之后，双方都没什么争议。但是这里有些事儿呢，还是值得好好的分析一下。俄军舰艇在蛇岛附近呢是有过严重损失的，一次是莫斯科号被击沉，一次是蛇岛的码头上停泊的登陆艇被无人机击沉，而那个登陆艇当时还带着一个道尔防空导弹发射车，只是没卸货。所以这次拖船靠近蛇岛执行任务本身就是冒险，而俄军应该也意识到了风险，所以某种程度上是加强了防空准备的。但是他们的防空的临时性的措施也是有点凑合，就是在拖船甲板后边放了一辆道尔 M2 防空导弹发射车。但是呢，结果也很明显，不管是来侦察的 TB2 无人机，还是2枚反舰导弹，都没让这辆道尔 M2 导弹发射车做出任何反应。按理说呢，道尔 M2 是应该可以在行进间发现空中威胁，并且开火射击的，能够经得起一定程度的起伏颠簸。但是这辆车搬到船上以后，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当时海况造成的，船身摇摆幅度可能偏大，超过了导弹发射车上伺服系统的修正补偿范围，所以道尔 M2 的雷达它的波束方向就未必能够控制得住，或者也有可能是航程过长，道尔的雷达也不能做到连续的一直开机，然后可能有开机的间隔就被钻了空子。损失一艘拖船对俄军来讲可能不算是特别大损失，但是这就预示着俄罗斯黑海舰队未来如果不能形成海空一体的有效预警和防御体系，水面舰艇在黑海西部可能真的要被岸基反舰导弹逼退100多公里。那么在蛇岛坚守的俄军获得增援也会变得更加困难，如何守住蛇岛，卡死乌克兰的海上交通，后期还要看俄军能够如何的去坚持。特别是乌克兰方面获得了新的火力支援之后，有可能对蛇岛进行进一步的打击。一旦出现严重损失的话，弄不好俄军在蛇岛的兵力就会反而成了对方口中的一块肉。另外呢，6月初的时候，俄军也有机会击沉一艘乌克兰登陆舰。从事后公布的无人机图像看，这艘乌克兰登陆舰被俄军无人机发现的时候，离奥恰基夫岸边不远，估计是因为乌克兰海军基本没有威胁吧，所以俄军在这个区域压根就没有考虑过部署任何反舰导弹。不过当时呢，俄军也没有呼叫空中打击，而是用陆军的榴弹炮开火，向这艘登陆舰发射了至少16枚炮弹。但是陆军榴弹炮对海射击是不容易的，因为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能直瞄，就需要大量的火力对目标形成密集覆盖。但是从空中拍摄的视频显示呢，这些炮弹落点离登陆舰都比较远，最近的是在几十米范围之内，所以乌克兰这艘登陆舰最后毫发无伤，是溜之大吉了。这让俄罗斯少了一次在海上击沉目标、为莫斯科号报仇的机会。不过呢，这段时间俄罗斯空天军倒是连续使用过空射的反舰导弹 KH-22，不过俄罗斯空天军使用这些导弹都是用来打击乌军地面目标，真需要反舰作战的时候，空天军的轰炸机就正好不在。所以这2次作战里边，多少还是暴露了俄罗斯海陆空3军有点自行其事，没有形成很好的协调机制。这正好符合近些年来中俄联合军演中我军发现的俄军跨军兵种协同存在一些严重的问题。好，关于俄乌在黑海上的交火情况，今天呢我们就介绍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谈。